我要跟你和离。又闹什么？我们闹？你看看你，忙活1个月就这点碎银子，哼，成天给那些穷鬼白送药，他能拿回钱来，太阳得打西边出来。你给人塞药还倒贴2副，你是开药局的还是开善堂的？他实在拿不出钱，病又不能不治，治不起你就不收，家里米缸瓜底了，你瞎了？跟我这儿装什么活菩萨？当年你在画棚上染了脏病，被老鸨丢在巷子里等死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。你拿命逼我娶你，你还有脸翻旧账？和离，和离书早就写好了，凭我这张脸，怪有的是人抢着要。首府大人家的公子魏少皇，眼下正急着抬我进门做贵妾呢。等我进首府府穿金戴银，你怕是连吃饭的家伙都买不起。我待你是真心，你去给魏少恒做妾，值当吗？笔给我。算你识趣，记住，下一房老婆别找我这么俊的，你高攀不起。哼，东西拿上，赶紧走，别脏了我家地。等着打一辈子光棍吧，哪个女人嫁你都得饿死。未必。哎呦，死人了！快闪开，别被讹住了。这老爷子看着就是大人物，救好了未必讨得赏，救砸了全家都得赔进去。脸色发紫，嘴唇发乌，多半是心急。劳驾，让一让。小郎中，别逞能，这人要是折在你手里，你赔得起吗？行医不问贵贱，救人不论后果。这年头还上赶着当好人，心脉瘀阻，等不了了。还真敢下手，疯了，等着惹官司吧。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，待会儿人没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哦，这没事了。醒了，真醒了！这年轻人是神医啊！老天爷，刚才还在鬼门关转悠，这一眨眼功夫就活过来了。救我的那位，爹，您怎么样？不碍事。救我那年轻人呢？跟上去，问清楚姓名住址。爹，已经派人去查了。想得周全，舒航啊，你这般聪慧，偏偏女儿身，眼看你都快18了，婚事还没着落。女儿不在意，这满朝的人没一个能入我的眼。你这丫头，爹好生歇着，等下人查到了那位郎中的下落，女儿再来回话。一个刚被媳妇儿蹬了的穷郎中，摆什么清高架子？迟了大半个时辰，扣你3天工钱。有才哥，算了吧，都一个药局讨饭吃的。凭什么算了？我在药局熬了3年，他才来半年，外头人只认他不认我，就凭他看病不收钱。你这种人活该穷一辈子，有钱不挣，偏当烂好人。穷人拿不出钱，我既然能治，就治了。就你挣这3瓜俩枣，糊不住口，怨不得老婆跟人跑了。赵兄，上回你给贵人治病失手，自己差点丢了命，是我替你收拾的烂摊子。我不求你记我的好，只求你宽以待人。要不是你横插一杠，我多费些功夫照样能治好。是你把我的好事搅黄了。兖州啊，你就给有才哥低个头，这事儿翻篇算了。别硬顶着，沈兖州没了这份差事，你连稀饭都吃不上。让让，当光了。行，骨头硬了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死法。敢问可是沈兖州沈良中？是我家老爷温如松恭请沈良中今日午时过府一旋。温如松，那可是当朝左都御史温大人，左都御史，督察院一把手。温如松，你怎么会攀上他？知道了，有劳。都和离了，还赖着不走？就这破木头牌子占地方。哟，逗你玩玩，还急眼了。温府叫你去一趟，就当自己有靠山了，别做白日梦了。再说魏公子已经答应抬我做贵妾了，等我进了首富府的门，别说你，温如聪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不劳相送，孩儿不孝，今天连您一块牌位都护不住。今日受的羞辱，孩儿日后千倍替您讨回来。讨饭到后门去。温大人邀我过府一叙，
就你一个穷郎中，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家大人何等身份，会请你这种人登门？名帖在此，一看便知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院里看门狗都比你体面，随便捏张帖子就想混进温府。前些日子你家闺女高烧昏厥，我连夜救治，你当时拍着胸脯说要给我当牛做马，若实在不肯通传，也劳您往里头禀一声。一个臭郎中，给我闺女瞧病是你祖上积德，还想让我记你的好？笑话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还不滚！再不滚，我可喊人轰你了！我就说嘛，温大人怎会真请个穷鬼上门？耳朵聋了，叫你滚！哟，这不是沈大当中吗？门都迈不进去。我早说了，那天来送帖子的下人八成是认错了人。这位公子，你认得他？认得，我们药局最出名的穷鬼，刚让媳妇儿扫地出门的废物。我就说是个冒牌货。我瞧他不顺眼，不是1天2天了，这种货色就该拿棍子撵走。赵兄也来了，怎么怕我戳穿你？你说温府请你，我从头到尾就没信过。今天特意跟过来瞧瞧，果不其然，人家连你是哪个葱都不知道。公子搭把手，替我把他轰走。你们在对我父亲的安人干什么？小姐，沈郎中是我温府的贵客，你竟然出言不逊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该死。沈郎中是不是对你也有恩？确实有恩，小姐息怒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对不住沈郎中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位是药局的同僚，专程来看我笑话的。方才在门口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小人有眼无珠，不知沈兄当真是温府贵客。沈郎中是我温府的贵客，温府的座上宾，轮得到你来羞辱？至于你，坏我温家门风，即刻逐出府去，永不录用。小姐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又是谁？敢跑到我温府门口来撒野？我就是路过。今日府上有客，我不与你多计较，走远一点。是，小人这就滚。沈郎中，让你见笑了，底下人不懂规矩，别往心里去。无妨，这种场面我见惯了。沈郎中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：若那门房的女儿再生病，你救还是不救？救，我救人不论恩怨。请。沈郎中，老夫瞧你有些面熟，你我从前是不是见过？温大人大约是认错人了，我只是药局里一个寻常郎中。沈郎中，老夫有件事跟你商量，不如来我府上做府医，月银给你翻10倍，如何？温大人厚爱，我心领了。你不愿意？我当初学医是想给天下人看病，不是只为一家一姓效力。哦，这话怎么说？我坐诊有个规矩，掏得出钱的收3、5文，实在拿不出的分毫不取。若进了温府，我治的不过是府上几口人；留在药局，我治的是满城的百姓。好一个为天下人治病！沈郎中，老夫活了这把年纪，头一回见你这医者，3针就把人从鬼门关拽回来了，救完人转身就走，现在还说给天下人治病，这才是真神医。温大人过誉了。沈郎中，家里可有妻室？刚和离。巧了，老夫膝下有一女，年方18，还没许人家。我看你2人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爹，承蒙不弃，沈某愿意，只是有一事相求。就是他，就是那个该挨千刀的沈彦州。我家那口子在温府看门看得好好的，全是叫这个人给害得丢了饭碗，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个人养活，如今可怎么活呀？杂人泛泛，这事干得可缺德！瞅着斯斯文文的，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你男人在温府门口拦住我骂个没完，温小姐才叫人撵了他。你满嘴胡音！我男人老实巴交，怎会骂人？老天爷呀，全叫这黑心郎中给害的！街坊四邻给评评理！他巴结温府那根高枝，早晚要惹一身骚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彦州吧？你还替他说话？沈彦州，你今天非得给我个说法，赔银子50两！
你男人惹恼了温小姐才被逐出府，与我何干？少拿温家小姐来压我！横竖我男人丢了饭碗，全是你害的！今天拿不出银子，你甭想走！娘，我难受，头好晕。妞妞，谁让你跑出来的？不是在家躺着别动吗？妞妞，你别吓娘！这模样跟上一回发高烧一模一样，上一回就是这郎中给救回来的，可人家刚才还指着鼻子骂他，这会儿哪还有脸求人家救？沈郎中，主啊！哟，沈大郎中，上回救他闺女，人家拿什么嘴脸对你的？转头就忘了。把他袖子推上去，左胳膊。好。娘，睁眼了，当真睁眼了，真是神医啊！好歹人家救你闺女救了2回，你还倒打一耙。沈郎中，我不是人，我忘恩负义，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这3包药先吃着，3天后带他到药局来，我再给他瞧瞧。沈郎中，您是活菩萨，我方才那样骂您，您还肯救我闺女？我不是个东西，不是个东西！人家救你闺女救了2回，你还好意思指着人家骂？这种恩将仇报的主，就该拿棍子赶出去。都过来，我有几句话。你们琢磨琢磨，自打沈彦州来了之后，上门的病人全奔他去，照这么下去，咱几个全得喝西北风。有才哥说的好像也不是没道理。打今儿起，谁都别跟他搭乘。有的人啊，以为攀上温府那根高枝就了不得了，人家温府真能拿正眼瞧他？不是说温大人亲自下帖请他的吗？请他？温府院里那条看门狗都比他穿的体面。这话也太难听了。他那个媳妇儿如今可是首府的人了，他呢叫人家扫地出门的窝囊废，还在这儿装清高。你很闲。一个叫自己女人蹬了的废物，你在我跟前冲什么大？沈姑爷，小姐吩咐，婚服给您送来了。什么？他竟然真成了温府姑爷！燕州真要娶温府小姐？你又是找人演戏吧？你敢娶我就算你旷工。燕州不碍事，我给你准嫁。掌柜的，赵有钱，你私下贪腐药局要钱，燕州已经告诉我了，我已报官，等着坐牢吧。不可能！沈彦州，你个天打雷劈的，你在背后捅我刀子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以为攀上温府就飞上枝头了？温大人，速度御史怎么亲自来了？燕州，方才老夫在门外听得真的，有人在骂你是穷酸，可有这事？温大人息怒，小的失言，小的跟沈兄闹着玩呢。那天在温府门口站在旁边一块起哄的，就是你吧？小人不知温大人这话从何说起。我温府换了门房的事，你们都听说了。那门房狗眼看人低，连府上的贵客也敢刁难，已叫小女逐出府去了。至于你，从今往后，谁再敢对他有半句不敬，就是对我温府不敬。老夫请他当私人大夫，他说要给天下百姓治病。你呢？你倒是救过几条命。老夫请他当私人大夫，他说要给天下百姓治病。你呢？你倒是救过几条命。老夫今天专程来这一趟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听明白，沈彦州是老夫的女婿，是温府的姑爷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对他有半句不敬，就是对我温府不敬。不可能！那天有才哥说温府压根不待见燕州，闹了半天全是瞎话，咱们还跟着他一块给人使绊子。燕州，婚期就在眼前了，书法放心不下，催老夫过来看看你。有劳温大人。哈哈哈哈，还叫温大人，该改口了。
我不同意，淑华绝不能嫁给这种人。他前脚刚和离，后脚就另娶新乔，分明是薄情寡义的小人。什么？刚和离就另娶？可不是，这不是糟蹋人家姑娘的名声吗？温都御史这回怕不是老糊涂了。沈彦州，你刚叫自家女人扫地出门，转头就来攀温府这根高枝。诸位，就这种人品，配得上叔叔吗？韩彦农，我的婚事轮不到外人插嘴。书航，我全是为了你好，这种人他够了。沈郎是我温书航亲自选的夫婿，你再敢多说半个字，休怪我翻脸。你这书生别冤枉人！沈郎中当年娶那柳氏，分明是叫那女人赖上的。大伙评评理，一个郎中好心救了人，反被赖上，又叫人嫌弃穷赶出门，怎么到了这位公子嘴里就成了品性不端？闹了半天被人讹上了。这书生专挑半截话说，安的什么心思？前头那桩事暂且不提。沈建州，温府原先那个门房，不就是因为你才被撵出去的？你敢说跟你没干系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是跟沈郎珠结过梁子不假，可后来我闺女旧病复发，是沈郎珠救回来的。沈叔叔，上回的药我吃完了，不发烧了。举手之劳。沈郎珠是我全家的大恩人，你凭什么诬赖好人？这么多人都是冲着沈郎中来的，莫不是沈郎中把人治坏了，苦主们找上门来了？沈郎中，活菩萨！老汉的孙子去年冬里高烧抽风，您给救活了。他娘生他时难产，你守在床边一天一夜，硬是把母子俩从阎王手里拽回来了。方才我们听说有人在门口骂沈郎中是骗子，是哪个骂的？站出来！刚才我还跟着起哄，实在惭愧。是啊，这么多穷苦百姓替他说话，这人品装不出来。韩进丢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书航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，我温书航选的夫婿，轮不到外人评头论足。叫他当面给沈灵珠赔不是？对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。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沈彦州，那是我前女婿。前女婿？怎么说？就是叫我闺女休了的窝囊废。哼，也不晓得温家看中他哪一桩，穷得叮当响。那你闺女如今嫁了谁？比温都历史家的姑爷还强？我闺女嫁的可是汤朝首府家的公子魏少亨魏公子。首府府？我闺女马上就要抬平妻了，往后首府上上下下全归她说了算。哼，区一个温家赘婿，拿什么跟我闺女比？这位大婶，我倒想问问，你闺女嫁进首府府当了少夫人，你怎么不在首府府里头安享富贵？首府府少夫人的亲娘，大婚的日子站在温府门外看旁人嫁闺女，怎么没人请你进去坐？是啊，首府府的亲家太太出门连顶轿子都没有，腿着来的。况且人家温府也没给你派喜帖吧？你在这又蹦又跳的，是眼红还是酸？我身份金贵，不屑进去。身份金贵，怕是根本进不去吧？闺女嫁没嫁进首府府两说，先在这儿不花本钱的吹，就算当真嫁进去了，连亲娘都沾不上半点光，那也不是什么得脸的，八成是个妾。你们懂个屁！我闺女那是要当平妻的。让他自己搁这儿吹吧，笑话。你们等着，等魏公子把我闺女抬成平妻，我看你们谁还敢小瞧我柳家。磨蹭什么呢？茶都凉透了，你是不是存心的？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黄脸婆，少很早看腻了，识趣的自己收拾东西滚。
柳姑娘，不，柳夫人，您今儿气色可真好，满面红光，小的给柳夫人请安了。这还像句人话，记清楚了，我往后就是首府的少夫人。那是，莫说这府里，便是满朝文武，谁敢不敬您柳夫人？算你会来事。今天是宫宴，百官都在，我挨着你，只怕有人要说闲话。怕什么？我挑的男人，谁敢嚼舌根？走吧，让他们瞧瞧我温书恒选的夫婿。少憨说了，今天这场合，别人都带正气，他偏要带我，这才叫抬举。魏公子对您可真是放在心尖上。哟，都瞧瞧谁来了？沈彦州？哦，不对，该叫温家赘婿。要不是攀上温家这棵大树，这宫门他连望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沈彦州，你敢踏进这道门，我都替你脸红。你敢打我？打的正是你。你晓得我是谁？我是首府公子魏少恒的平妻。平妻？我没听说魏公子最近娶亲，聘书呢？我进门匆忙，仪式还没来得及办，那就什么也不是。顶破天，一个妾，一个做妾的，跑到宫门口充什么平妻？画舫出来的终归是画舫出来的，妾和妻都分不清。一个妾也敢堵在宫门口，指着左都御史的姑爷骂，谁借你的胆？可不是，人家沈郎中和温小姐是明媒正娶的正头夫妻，你算哪根葱？说到底，你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，而我夫婿是左都御史嫡长女的丈夫，你哪来的脸嘲讽他？走。温氏，你们等着，等少桓到了，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等着！怎么给我们排在末席？温小姐，实在对不住，今日宾客太多，席位是加付你的，也是替你们着想。万一哪位大人问起来，说这位是温家赘婿，多不好。末席正好，魏公子费心了。赘婿就该老老实实窝在末席，有人怕是又想挨巴掌了。懒得跟你们一般见识。今日魏爱卿进献了一株千年灵芝，听说是朔国那边送来的，打开，让诸位爱卿都开开眼。千年灵芝，魏首府替朝廷长了脸面，我等万分钦佩。魏爱卿费心了，这灵芝既是朔国所赠，足见我南宗与朔国邦交稳固，魏爱卿功不可没。陛下过誉，朔国遣使献礼，乃是陛下天威所致。这灵芝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千年灵芝伞盖边缘朝内卷曲，底面均淬成7层环纹。这一株伞盖外飞，均淬顶多3层，是拿面粉掺红曲蒸出来的赝品。满口胡言！来人，把这个信口雌黄的东西给我拖下去！慢，让他把话说完。陛下有所不知，此人叫沈渊州，是温家的赘婿。他就是想出名，想昏了头。他懂个屁的灵芝！他身上那套衣裳都是温家施舍的，一个连自家女人都养不起，被人扫地出门的废物，也敢在陛下跟前大放厥词。他说的可是实情？陛下，臣是温都御史亲选的女婿，明媒正娶，算不上赘婿。至于这灵芝是真是假，只需一个最简便的法子就能见分晓。好，让他试。此物遇水变化，水色浑红，是面粉动红曲蒸制的赝品。啊，果真是假的！方才谁口口声声说是朔国重礼？不可能！
定是你暗中做了手脚。物证摆在面前，魏公子若不信，尽可亲自过来验看。不过你急成这副模样，我倒想多问一句：莫不是你在半道上把灵芝调了包？你血口喷人，我怎会调包？那你为何百口莫辩？陛下，定是路途遥远，半道上被人调了包。这是今给陛下的贡品，你们魏家负责押运，送到殿上的却是个假货，算不算失职？是啊，贡品出了岔子，押运官头一个难辞此灾。这么大的事，一句被人调包就想接过去。首府府愿出5000两白银。既然魏爱卿有悔过的诚意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沈彦州，好歹做过夫妻，我敬你一杯。你把我赶出家门，扔我父亲牌位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夫妻一场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请回。皇上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先叫他绝后，再动手。儿明白。殿下，臣敬您一杯。殿下，殿下！传御医，快传御医！陛下，臣回天无力，朕养你们这帮废物有何用？救不回皇子，你们全都给他陪葬！陛下，民女倒知道一个人，温家那个赘婿不是自称神医吗？不如叫他上去试试，救不活，正好治他个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让臣一试。御医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药局打杂的凑什么热闹？你有把握？陛下，此人不过是在药局里抓了几味药，无官无职，医资不明，让他触碰皇子龙体，于理不合。请陛下让臣一试。若救不回来，你死罪。摸不出来就别硬撑，陛下跟前不是你糊弄事儿的地方。陛下，此人未经太医院签牒，便往殿下身上施针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谁来担这个罪？朕已经准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？爹，把嘴闭上！不可能，他一个药局打杂的，怎么可能是他救活的？准是殿下自己缓过来了，他不过是瞎猫撞上死耗子。还不退下！御医们都束手无策。沈离中把殿下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一个民妇也敢在这大殿上信口雌黄？这是失传的三阳针法，敢问这位郎中师从哪位高人？好，你这郎中当真医术了得，今日替朕解了燃眉之急。你叫什么？沈彦州。沈彦州，朕今日当着百官的面赐你太医局提举之职，正六品，往后宫中一应一事归你执掌。爹，收声！陛下，臣不要官职。为何？臣只想行医，宫中若有差遣，臣随叫随到。可身上顶了官职，便不能像从前那般自在给穷苦人瞧病了。陛下，草民还有一事禀奏。殿下并非突发疾病，是中了毒。此毒名叫半盏残，入口半盏茶功夫便要人性命。能在宫宴上动手脚的人，此刻就在这殿中。眼下只有你一并中了毒，才能洗掉嫌疑。快去，把那壶酒喝了。爹，那是毒酒。解药在爹手里，你死不了。他救得回皇子，就救不回你。可你要是不喝，咱们父子今日全得折在这儿。到头来，陛下也没查出下毒的是谁。
就这么放我们走了？可魏家这张脸，今天算是丢尽了。一个将我赶出家门的穷酸郎中，凭什么攀上左都御史府？这不是往少寒脸上扇趴过吗？他在宫宴上3番2次跟我首夫妇对着干，压根没把我魏家放在眼里。爹，这不正是打压温如风的好时机？左都御史府办喜事，迎进门一个刚和离的穷郎中，本身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朝社上上下下都在等着看热闹。那沈彦州前脚和离，后脚另娶，分明是个薄情寡义的东西。温如流把闺女许给这种人，凭什么替天下人做表率？说的在理。爹，明日早朝，儿子亲自弹劾温如松，治家不严，行为失检，择序失当，逼他引咎辞职。众卿可有本奏？臣有本奏。讲。臣参奏左都御史温如松治家失当，行事有失体统。魏公子不妨把话说清楚。温都御史府上办喜事，迎进门的却是个刚和离的穷郎中。此人不过是药局里一个抓药的杂役，出身寒微，品性可疑。温大人身为言官之首，却把嫡女许给这等人物，成何体统？启禀陛下，此事臣已寻得人证韩彦农，可当堂对问。陛下，草民韩彦农可以作证，那沈彦书刚与柳氏和离，转脸便攀上了温府，分明是薄情寡义、用心叵测之徒。左都御史把闺女下了个穷郎中，传出去可不就是个笑话？温大人看事一向精准，怎么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？陛下，老臣挑选女婿，自有老臣的掂量。掂量一个被自己女人扫地出门的药局杂役。陛下，老臣斗胆，请陛下宣沈彦州上殿。若他当真如魏首府所言那般不堪，老臣甘愿辞官谢罪。好，那就叫他上殿当面对质。沈彦州，不对，该叫你温家赘婿，还是叫你药局杂役？我还当你不敢来，被前妻扫地出门的穷郎中也配踏进垂拱殿？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晓得，那你晓得今天这殿上要弹劾的是谁？怎么，唬傻了？魏公子，你方才说的话，我字字都听清了。听清了又如何？不如何，只是不大明白魏公子急个什么劲。急？我有什么可急的？魏公子，我进殿是送死还是别的，过会儿自有分晓。不过你手上那些事，等会儿我也得一桩一桩说清楚。我的事？我有什么事？你们魏家那些事，魏公子当真以为天底下没人知晓？你胡扯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，不过是告诉你你的事，等会儿再聊。先前倒没细看，今日一瞧，这张脸怎么如此眼熟？沈彦州，拜见陛下。又见面了，沈彦州。承蒙陛下记得。沈彦州，你一个药局打杂的，也配在这垂拱殿上站着？配不配，魏公子说了不算。你是？魏首府别看了，你没认错。6年前被你构陷下狱，冤死狱中的沈守直，正是我爹。我便是沈守直的儿子。沈守直的儿子，当年不是说满门都……沈守直6年前被定成通敌罪的那个言官，那案子可是魏首府亲手办的。原来是罪臣之后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魏首府急什么？6年前你栽赃我爹通敌，我爹含冤死在狱中。今天我站在这殿上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放肆！不忠不孝的罪臣余孽，也敢在殿上污蔑当朝首辅！魏公子又急什么？你倒卖边防粮草那一桩，我等会儿再提。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沈彦州敢上殿来，必有真凭实据，不妨让他把话说完。温都御史护着罪臣之后，是什么居心？老夫只想问个真相。魏首府心里若是敞亮，何必怕他开口？6年前沈守长那案子，我当时就觉得有蹊跷，莫非当真有冤？魏首府，你若当真问心无愧，为何百般阻挠？若我说的全是假话，我甘愿领罪。让他说下去。拿本破医书充什么数？这本医书跟我6年，
夹层里藏的东西能翻天。这是伊延纪与硕国往来的密信，上面全是他栽赃嫁祸我父，暗中勾结敌国的铁证。若在这大殿之上，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能举几张鬼画符来栽赃陷害，朝廷体统何在？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魏首府，边防军的机密账册总伪造不了吧？我手上有魏少勤把边防粮草兵甲倒卖给硕国的账册底单。边防是因缺粮少甲冻死当死的不计其数，魏少先却在背后大发其财。好小子，原来一直在给我下套。这些边防机密是真是假，陛下一查便知。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，动手！来人，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逆贼！魏首府一举拿下朝堂，当真是雷霆手段。这满朝文武全是庸弱之辈，唯有魏首府才是真龙。你倒是个有眼光的。硕国皇帝那边能不能给下官留个一官半职？下官愿为首府大人牵马坠购。识时务的便是俊杰。硕国皇帝已许了本府划江而治，你投诚投得早，本府自会给你安置个好去处。谢王爷，王爷千岁千岁千岁！一群贪生怕死之至，卖国求荣，猪口不如。你因硕国铁骑脚踏中原，死后有什么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？沈彦州，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的脑袋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药局打杂的也配骂魏首府？首府大人，砍了他！既然脸皮已经撕破，那就别怪本府不讲情面了。都给我听清楚了，谁敢擅动，格杀无论。沈彦州，区区一个药局杂役，本府大权在握，杀你不急于这一时半刻。魏延纪，你通敌卖国，逼宫谋反，天理难容。陛下待你不薄，你竟敢私兵上殿！延纪，朕待你天高地厚，你竟敢谋反！陛下，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，那就休怪臣不讲君臣之礼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老东西拖出去斩！魏延纪，你不得好死！还有谁不服？站出来！连温都御史都给拖出去了，易建刚这是要血洗朝堂啊！我不想死，谁救救我？诸位大人，本府给你们一盏茶的功夫考虑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方才那个老东西，就是县城的榜样。魏首府，臣愿追随首府，求首府饶臣一条性命。臣也投诚，臣知道兵部库房的布防，臣全给您摸出来。好，识时务的便是聪明人。硕国皇帝已亲口许诺，事成之后封本府异姓王，划江而治。诸位跟着本府，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首府大人英明，这江山社稷本就该有能耐的人来做，那些老顽固不识抬举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一群贪生怕死的东西，卖主求荣，连猪狗都不如。沈郎中，你还不跪？沈某只跪天地君亲师，不跪乱臣贼子。魏延纪，你引硕国铁骑践踏我中原山河，你死了有什么脸去见地底下的列祖列宗？沈彦州，那你倒是有君有父。君，眼看就是亡国君；父，是本府亲手送进大牢的沈守直。上硕国耿所开的王爵，封地一世享用不尽的富贵，哪一样不比你那套忠君报国值钱？魏延纪，朕乃天子，你敢当着朕的面叫朕亡国之君？魏延纪，你害我爹含冤入狱，冤死牢中，如今还敢当着我面拿出来炫耀？本府不妨再多告诉你一些，你爹在狱中跪着求本府饶命的样子，本府到今天都记得一清二楚。魏延纪，怎么急了？受不住了？本府今天发善心，让你临死之前听个痛快，让你知道本府当年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你爹活活逼死的。当年为了除掉沈守远，本俗仿了他一封与硕国私通的密信，
定他个通敌叛国。你爹在牢里，本府专程去看望了他一趟，亲口告诉他，你儿子已经死在乱刀脚下，尸首都拖去喂了野狗。他听完了，当场喷出3口鲜血，第2天就咽了气。魏延纪，本府大发慈悲，叫你临死之前弄个明白。怎么样？本府待你不薄吧？魏延纪，你丧尽天良，构陷忠良，杀人还要诛心，天理难容！来人，把这个沈彦州就地砍了！本府要让他跟他爹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愣什么？砍！快砍！沈彦州，下地府去跟你爹团聚吧！砍！沈彦州，下地府去跟你爹团聚吧！砍！本府说砍，耳朵全聋了不成？魏延纪，你这300私兵怕是已不听你号令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养的那300私兵，从踏进这垂拱殿的第1步起，就已经不是你的人了。不可能！那全是本所拿真金白银喂出来的死士。魏首府，你这300私兵从一开始就被陛下安排皇城司的人手逐个换掉了，怎可能还听你的调遣？你们闹了半天，这一切都是早就布好的局，此人心机深不可测。陛下在温府将书桓许配给沈彦州的那天夜里，沈彦州便已向老枕坦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温都御史早就知情。正是，韩彦农是老臣安排的，沈墨也是老臣安插在首府府的内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严监纪，你当真以为我今天是空着手来上朝的？温都御史，晚辈有一事需向大人警明。晚辈本名沈彦州，是沈守之之子。父亲其实早猜到了几分，你的眉眼轮廓确实有沈伯父的名字。贤侄，你父亲是老夫故交，他的仇就是老夫的仇。你今日将身份说出来，可是有事要托付老夫。晚辈隐姓埋名6年，已将魏监机罪证搜集齐全，只是晚辈人微言轻，无缘面圣，唯有先成温府的女婿，才能引魏监和注意。好，贤侄既有这等志气，老夫拼尽身家也要助你成事。彦农，你是老夫的门生，明日燕州大婚，你便去温府门前闹一场，佯装反对婚事，演得越真越好。沈墨，你在首府府潜藏了这些年，时机一到，里应外合。遵命。从此刻起，你我既是一家人，也是同迷敌靠的战友。沈郎，这一局，舒恒陪你一起走。多谢你，每一步都算好了。你魏守卫探唐和温都全捐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踩进了我们设好的套里。6年前你害我父亲，6年后我亲手送你进天牢，一报还一报。不可能！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你们全在骗我！好深的局，够了！严监纪、魏少恒，即刻打入天牢，昭雪沈守直，追复原官，还他清白。沈彦书，本府能弄死你爹，一样能弄死你。魏首府有什么话，去地底下跟阎罗王说吧，看他听不听。哟，这不是我那窝囊废前夫吗？8成是走投无路了，上门求饶来了吧？沈彦州，你睁眼瞧瞧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首府府，也是你配来的？识趣的赶紧滚！这厅里的摆设值不少银子吧？那当然，这套紫檀桌椅是魏首府特地从江南运来的，光运费就砸了500两。那尊汝窑瓷瓶是御贡品，这些东西平日里都是你享用的。那可不，进了首府府，哪样不是捡顶尖的用？
你这穷酸货，8辈子也没见过吧？就这花房里的摆设，够你挣上10辈子。我姐往后可是这偌大首府府的主子。怎么没话了？被温家赶出来了，这会儿子想起回来了，晚了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穷酸打出去！人都死到哪里去了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沈大人，沈大人，你可来了！快帮我轰走这个穷酸，他擅闯首府府，简直翻天了！对，快把他锁了！沈大人，他是来自噬的，赶紧把他掐出去！沈大人，上回您说有差遣只管吩咐，今儿帮我撵走这个废物，回头我让少恒在首府大人跟前给您多美言几句，到时候升官发财还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。沈大人，诸事都已安排妥当，只等大人示下。沈大人，你方才叫他什么？我给几位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沈彦州沈大人，乃圣上在金莲上亲口御封的提刑官，奉旨全权查抄魏坚德通敌叛国一案。怎么可能？开玩笑的吧？尚方宝剑提升，沈彦州，你编瞎话也编个像样的。姐，他准是在地摊上淘了把假剑，尚方宝剑，他连把菜刀都置办不起。沈墨，你是不是跟他串通好了？等首府大人和魏公子回府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沈彦州啊，沈彦州，圣上钦点你，你拿我当3岁娃娃哄。温都御史到哪儿了？已到府门外，禁军将首府前后围得铁桶一般。闺女，他刚才说禁军，听他鬼扯！什么禁军，什么为府，全是在做戏。燕州，首府府已全部控制，老夫就站在你面前，还觉得是虚张声势吗？温大人，你带兵围了首府府，就不怕魏首府回来问你的罪？少涵和首府大人此刻正在宫里与圣上议事，等他们回来。在宫里与圣上议事，这话谁跟你说的？沈大人亲口说的。沈大人，你说句话呀！你不是一向最忠心首府府的吗？那天在回廊上你亲口说的，朝堂上下没人敢对首府大人不敬。柳媚娘，我在魏府整整6年，是温都制使部下的眼线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温都制使让我说的。姐，别听他胡说，就算他是温如松的眼线又能怎样？魏首府还是首府，魏公子还是首府独子。对，就算你们把府邸围了又怎样？魏首府是圣上最倚重的臣子，少恒是首府府嫡子，你们敢动他们？柳媚娘，魏坚纪和魏少恒今日不在宫中，他们在大理寺天牢。不可能！魏首府怎么会在天牢里？魏坚纪通敌卖国，私蓄兵马，图谋逼宫。昨日早朝已被当场拿下。魏少恒倒卖边防粮草兵甲，一并收监入狱。你在诈我！囚车到！诈你？囚车已经到了，你自己看。做戏，你们就是在做戏。对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什么天牢，找几个人推辆破板车就想唬住我们？就是，魏首府是当朝首府，魏公子是首府嫡子，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抓他们？沈彦州，你费了不少心思吧？让沈墨放假消息，让你老丈人带兵围府，再在外头弄辆破车滚车轮，然后呢？还在骗自己。让我说中了，你腰间那把尚方宝剑呢？拔出来给我开开眼啊！是不是根本拔不出鞘？姐，我出去瞧瞧。宝旺，你瞧见什么了？是不是空的？是不是他们弄了辆空车来糊弄人？宝旺，说话。姐，是魏公子。你说什么？老天爷啊，是真的！全完了，全完了！沈彦舒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怎么不可能？沈大人，沈大人饶命！沈大人，我家有的是银子，您开个价，要多少给多少。还有藏起来的，沈山底下安教码的全是金条，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们，全归您。沈山安教，记下了。还有，硕国那边我还留着门路，您要是放我一马，
我替您牵线搭桥，还能替您当人证。对，当人证，继续说，指证我爹，所有事都是他主使的，我不过是从犯。混账东西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沈大人，您到底要什么？魏少言，你们私通敌国不忠，你出卖生父不孝，倒卖边防粮草兵甲，边军冻死饿死不计其数，不仁。你私通我妻子不义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到了今天这一步，跪在地上拿赃银买命，你连最后那点做人的骨气都丢光了，人中之耻，莫过于此。拖下去。沈彦州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绝不放过你！沈彦州，看在咱们好歹做过夫妻的份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饶我一条命。是你主动同我和离的。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嫌贫爱富，我不是个东西。柳媚娘，我给过你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说，你快说，什么机会？夫君不必再同这等货色多费口舌了。骂我欺下媚上，小人得志，你也不瞧瞧你自己。你为了报复我，跑去给温家当上门赘婿。就是，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什么好货色了，靠入赘扳倒首府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攀上的这座首府府，恰恰是被我亲手扳倒的，何等讽刺！你胡说！你亲手扳倒的，明明是靠入赘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当日扔出去的那些医书夹层里藏的是魏奸计通敌叛国的密信，是你亲手把你的护身符扔出了门。不可能！你一家老小欺我辱我，脚踩我父亲牌位，可想过今天？柳媚娘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你从头到尾都算计我！我从没算计过你，你不过是我复仇路上顺手清理的一粒棋子罢了。陛下，魏奸计一案已全部查清，通敌卖国，私蓄兵马，倒卖边防粮草兵甲、中饱私囊，罪证确凿，涉案共计37人，以悉数记着到案。好，沈爱卿办差利落，朕心大慰。抄家所获金银器器，田产地瘠，臣已命人逐项登记造册。不必呈报了，朕说过，抄家所得尽数归你，这是你该得的。谢陛下隆恩。沈爱卿，你父沈守直蒙冤多年，朕已下旨追复原官，昭雪正名。朕有意让你承袭你父亲的官职，入朝理政。陛下厚爱，臣感念于心。但臣还是那句话，臣想继续为天下人行医，先父之仇已报，臣心中再无挂记。与朝堂相比，臣更愿救死扶伤。朝堂之上正需要你这样的良臣，你当真不愿？臣之志向不在庙堂，在宋林。好，朕成全你，朕赐你一座医馆，御笔亲题匾额，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位药世医民的神医。臣谢陛下天恩。沈大夫，恭喜开业！沈大夫，听说您的医馆今天开张，老汉天不亮就起来煮鸡蛋，您别嫌弃。老丈，鸡蛋拿回去给孙子补身子。您还是老样子，从不收咱穷人的东西。我没什么值钱东西，给您劈了一捆柴。沈大夫，这是我纳的鞋底，您别见笑。老人家不必如此。沈大夫，我家3个娃都受过您的恩，这是今早蒸的馒头，您和夫人尝尝。沈大夫，我娘的风湿是您免费治好的，我闺女的命是您救的，您连口水都没喝咱家的。老汉，我今天特意赶了20里路来给您道贺。诸位的心意，沈某领了，东西都带回去，留给老人孩子吃。今日开业，朕今招就，付得起的随意，付不起的分文不息。舒航，我愿意和你过一辈子，只是你，你愿不愿我从一开始就在利用你，去向仇人讨这笔血债？不愿。为何？因为从一开始，我看中的就不是你的家世，
也不单是你的医术我看中的，是你这个人。可是我们从前难道见过？3年前，我还在闺阁中，有一回偷宝出府，在街角看到你为一个乞丐治病，那乞丐满身脓疮，路人全都避得远远的，只有你蹲在地上，一丝不苟地替他诊脉、开方、施针。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年好事，终究还是有人瞧见了。那乞丐掏不出诊金，你不但分文未收，还把自己的干粮塞给了他。那一刻我便知道，这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。所以，无论你是沈守直的儿子，还是药局里一个寻常杂役，还是今日殿上的提刑大人，我看上的自始至终都是你这个人。报仇也好，谋划也罢，我在乎的只不过是一个你。说谎，谢谢你。说傻话，你我之间不用说谢。